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周日在新加坡结束。回顾3天的议程，中美关系主导着整场峰会的主题。虽然美日继续推销印太战略，并撺掇东南亚国家共同应对中俄，但包括新加坡、印尼等国家公开表态，不希望被迫在各方中选边站。而中美防长能面对面会晤本身，虽然并不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全改善，也让亚洲国家感到安心。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相会上声称，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领土声索方面更具所谓胁迫性和进攻性，台湾海峡风险尤其凸显。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变化，反对台独。对于这一表态，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抹黑中方的言论欺骗不了国际社会，只会降低美方自身的可信度。我们敦促美方言行一致，将不寻求对抗冲突，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打造亚洲版北约，或在地区制造敌对阵营的表态落到实处，停止制造分裂和煽动对抗的言行。周日，在本次相会最后一天，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作大会发言，并回答与会者提问。针对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美国的印太战略、乌克兰危机等，阐述中方严正立场，吸引外媒高度关注。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均第一时间报道了魏凤和的讲话，并将重点放在他对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阐述上。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中美关系和俄乌冲突问题几乎主导了此次相会的每次全体会议。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上发言，利用俄乌冲突渲染亚太地区局势，再次重复对中国的无端指责，遭到中方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针对奥斯汀大谈印太战略，魏凤和回应称，任何国家都不应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欺凌他人。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绑架裹挟地区国家，针对特定国家，这是一个制造对抗的战略。有分析指出，作为亚太地区影响较大的国防和安全会议，相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联合举办。正是因为相会不是中国的主场，中方与会代表的精彩发言更有特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面对面沟通也更有利于中国声音的传播。地区国家应该说对中方是有很多的期待的，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与中方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建设性的这种友好关系。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中方的任何表态都会引起地区国家的密切关注。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一系列发言，应该说更好地切合了地区国家对于寻求加强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心声。参加相会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对记者表示，魏凤和部长发言后赢得阵阵掌声，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掌声更足以说明中方的政策立场同与会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多数国家的观点认识是一致的，能够在大多数亚洲国家中引发同感和共鸣。作为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周日压轴发言，他呼吁亚洲地区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正确教训，避免发生武装冲突。黄永红强调，亚洲国家更加多元与多样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远比俄罗斯和欧洲更密切，很少有国家想卷入大战。Building confidence and strategic trust in one another is the core of preemption.We must continue to emphasize inclusivity and multilateralism. 对于中美关系，黄永红表示，中美防长实现面对面会晤，虽然并不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全改善，但这让东南亚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感到安心，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How do you resolve it? And I think the more important point is coming through is there should be.preferred resolution to peaceful means. And that was the strong message that was coming through from many of the Asian countries. 印尼防长普拉博沃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在相会的发言中表示，亚洲国家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经历，迫使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国与国之间应互相尊重对方的国家安全利益，不把自身观点强加于他国。在问答环节，普拉博沃表示，中国是反帝运动的先锋，一直是印尼的好朋友，并呼吁各国尊重中国的崛起。对于深圳卫视记者就此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当今人类面临安全和发展方面的挑战，各国应该同舟共济，团结行动。
亚洲人民经历了冷战、热战，深知和平弥足珍贵，各国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亚洲国家要从亚洲文明当中汲取和谐共生智慧，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道路，继续把亚洲发展好、建设好。外界注意到，相会结束后，美国防长奥斯汀紧接着将继续在亚洲访问。此访距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韩国和日本兜售其印太战略只隔了半个月。美国如此重视亚太地区，试图以意识形态分裂亚洲的用心昭然若揭。美方应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持续的希望能够挑动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对抗。那么他通过一种渲染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各方面的威胁来不断的去试图激化中国与部分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或者分歧，从而能够进一步打造围堵中国的这样一种地区联盟。那么这个趋势应该说，我觉得还会持续的延续下去。香港南华早报周一发表评论文章称，华盛顿决议在北京的门口围堵中国，用印太战略排挤中国，但更多的伙伴国选择忽视地缘政治差异，追求共同的经济利益。除非华盛顿接受这一点，否则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和准备好与中国合作的亚洲不同步。相会上，中美之间的交锋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仍有体现。那各方关注的重点之一呢，依旧是台海。汪文斌今天重申，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正是台独分裂势力以及美国对此的纵容和支持。我们注意到，美防长奥斯汀在相会上重申了美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3个不寻求。汪文斌今天对此的回应中呢，有8个字值得注意，他敦促美方要言行一致，并且将承诺落到实处。在这次相会期间，中美关系有关议题几乎贯穿整场峰会。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周日在相会现场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专访，在谈及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时，崔天凯指出，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两国对国际社会负有共同责任，应该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这种关系。被问及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3届美国政府哪一届对待中国的方式最理性，崔天凯表示，美国整体对中国的政策正一步一步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Before I left Washington, D.C., I had meetings with some of my American friends. Some of them are very much respected, very senior statesmen and diplomats. I shared my impression with them. I said, it seemed to me America today is a different country from 8 years ago when I first arrived. And they agreed. And in late 1980s, I studied in American school. I used to believe this is an open, optimistic, and self-confident country. But I become less and less sure. 在对华关系上，美方严重虚化掏空一中政策。美防长奥斯汀上周6在相会演讲中宣称，将继续维持台湾拥有足够自卫能力。下周即将召开的所谓台美年度安全对话及军事会议，预计将讨论对台军售等议题。美国对台独的纵容，给了台独分子嚣张的本钱。岛内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周日竟公然叫嚣，台湾自主研发的云峰巡航导弹已经大量生产，具有攻击北京的能力。对此，台湾网友就嘲讽游锡堃，希望他不要拉人陪葬。台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周日在出席一个线上演讲时声称，如果台湾真的被登陆，要做最坏打算，大家唯有必死决心，并称要让大陆知道，就算成功登陆，也会付出代价。游锡堃还叫嚣，台湾云峰导弹已经量产，可以攻打至北京，台湾已有能力可以反击。此番言论引发岛内网友热议，表示若被登陆，台独自己去必死，不要拉台湾人陪葬。利益你们再拿，叫百姓去死，先把你们的子女叫回台湾上战场吧。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曾列出台湾发展弹道与巡航导弹的种类及性能，更以少数能飞达中国中部及北部的台湾战略资产之一来形容云峰导弹。根据 CSIS 网站介绍，云峰为一种对地巡航导弹，最远射程可达12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能达每秒1030米。新加坡联合早报揭露，云峰导弹是自1996年台海危机后，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开展秘密研制计划，将其发展试射隐藏在雄风3型试验专案中，以避开外界目光。
云峰导弹于2014年起投入使用，2019年8月又生产了20枚云峰导弹及10个移动发射平台。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前雄3导弹专案总工程师张成则分析，云峰导弹有助于台湾所谓重层吓阻、源头打击、决战境外的范围向外推。纵使是第2线机场集结的大陆军机或射程约900公里的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等，都可能成为台军打击目标。不过，台湾中时电子报刊文认为，巡航导弹的优势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有巡航导弹就有拦截武器，若再加上可靠的预警系统，大陆进行防御不是难事。最重要的是，如果战争爆发，解放军必然首先摧毁这些攻击性武器，怎么可能留着他们？尤锡坤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感到很寂寞，他希望借这种危言耸听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那么同时呢，这些顽固台独分子，他们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巴不得台海打那么一仗。只要台湾当局或者说岛内的分裂势力胆敢就是搞这种台独分裂，那么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粉碎这样的分裂行动。台独分子手中的那几颗导弹根本就挡不住我们震慑台独、粉碎台独的这种坚强的力量。尤锡坤是国台办点名的台独顽固分子之一。作为岛内民意机构负责人，他屡次大肆鼓吹推动所谓台美建交证明。与此同时，以尤锡坤为代表的台独分子持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而美台勾连也在持续进行。台湾联合报周一引述消息称，台美高层下周将进行所谓年度安全对话及军事会议，即蒙特雷会谈，地点选在美国白宫附近。台方将由情报部门负责人顾立雄领队，其他成员还有情报部门副手陈文正、防务部门副手柏鸿辉等官员。美方则预定由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国务院东亚太平洋助理国务卿以及负责大陆与台湾事务的资深主任等官员列席。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战略大背景呢，就是说是美国把中国列为他的对手和敌人以后，那么他就加大了在台湾问题上一台制华的力度。那么过去呢，是有台湾当局的所谓的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他觉得那个层级不够，那么所以说要提升他的层级。这一方面呢，是让民进党当局、让台湾当局感到自己被重视了；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让美国人就是牢牢地抓住民进党当局的软肋，就是让民进党当局那么更加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摆布，然后作为一个棋子的话，就是更好用。报道称，美方相当关心台湾所谓自我防卫能力，尤其是所谓全体防卫合作。届时举行的蒙特雷会谈也会讨论此议题。过去一段时间，台军所谓全体防卫动员部门挂牌上路，随后台湾内部也广泛讨论是否恢复1年征兵制，这些都与美方督促有关。日前，美国联邦参议员达科沃斯窜访台湾，并与蔡英文见面。过程中，达科沃斯再度重申所谓台湾伙伴法案，并透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研究在所谓全体防务问题上与台湾进行交流合作。达科沃斯在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交谈时则指出，此行带来了美国国民警卫队国家伙伴计划的负责人，虽未公开说明细节，但显示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相当积极。Program within the National Guard, which will be working with you on setting up your all-out defense. 据悉，蒙特雷会谈是台美之间最重要的所谓安全对话之一。与会人士包括双方防务、外事、安全部门官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台北驻美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等单位也会派人参会。去年蒙特雷会谈于9月举行，当时台美针对所谓防卫作战需求，共同完成不对称作战定义。今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引述9名匿名美台官员的话称，拜登正悄悄施压台当局，向美订购能帮助台湾小规模军队击退解放军海上攻势的武器。近期，台美关于军售细节产生矛盾，提前召开蒙特雷会谈，意在沟通军售走向。
台军主动想买的诸如 MH-60R 反潜直升机案、1-2D 空中预警机等海空装备，美方不肯卖；事先已经谈妥的诸如 M109A6 自走炮等装备，又因美国所谓不符合不对称作战说法毁约，再加上爱国者导弹零组件、毒刺防空导弹、MK48 重型鱼雷、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等装备，台湾方面交完钱却拿不到货。有媒体统计，至今还有142亿美元的武器订单尚未交付。有分析认为，台方军购接连被卡，因此才将原本例行9月召开的蒙特雷会谈提前至6月。台方急于和美国面对面沟通军售走向，但深层次原因是台美作战思路存在根本矛盾，台方意图构建相对独立的防御体系，而美方从自身考虑出发，认为应采取所谓不对称作战，打乱作战节奏与速战速决企图，非个别武器装备选项。美国强调不对称作战，主要是因为美国人认为不对称作战是美方发动代理人战争、打击战略竞争对手的有效手段，也要台军尽快完成转型。不过，所谓不对称作战骨子里却是毁台。美方一些人甚至提出所谓大陆攻台时，美军应摧毁台湾基础设施救台湾的谬论。台军退役陆军中将帅化民指出，所谓的非对称就是把老百姓困在里面当人质，消耗敌人，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打到达成美国的目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为期3天的相会已经落幕，但中国防长昨天在相会现场就涉台问题的坚决回应，却在西方媒体持续刷屏。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没错啊，我注意到西方英文主流媒体呢报道魏凤和的讲话，标题中引述最多的就是这句 "Fight to the end" 这句的硬气表达，也就是呢对魏凤和一定会打到底的英文转述。那么中国防长他的演说原话是：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说，中国防长魏凤和警告，若有人分裂台湾，中国不惜一战。商业内参的标题称，中方宣誓将为阻止台湾独立打到底。彭博社昨天就报道说，中国防长就台海战争风险发出中方迄今最强硬的一次警告。但是呢，我不认同彭博社的这一判断。实际上，这是中国军方包括魏凤和本人的一贯的立场。彭博社呢，甚至都没有对中国防长的相会讲话做过基本的功课。那么上次出席相会时啊，魏凤和谈台海问题，不也是有这样的血性表达吗？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能维护祖国统一，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呢？所以啊，中国防长昨天演说中就涉台议题的表述，实际上是重申了中国军方的一贯立场。这种一贯性甚至都体现在话语的组织与表述上。但是呢，西方媒体再度就中国军方一定会打到底的严正表态刷屏，就意味着在事关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最核心、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议程上，那么中国画下了最清晰的红线。用相会东道国防长黄永红的告诫，那就是不能碰的深红线。全世界对此有目共睹，那么西方舆论场也再度强化了这一认知。至于这道深红线，它的边界所在，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早就明文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国防长在本届相会上却大打台湾牌，台媒也爆料，台方代表下周将在华盛顿附近与美方召开所谓军事安全对话会，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防长在本届相会的表态和行动可以说是高度矛盾的。一方面，中美防长实现了当面的会晤，奥斯汀本人对会晤成果评价积极，他公开声称说，美方正在致力和中方加强沟通，以强化这个冲突的防护栏，减少双方误判的风险。而奥斯汀在上周6的相会演说中也声称，拜登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致力于一中原则。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指责中方在台海周边进行所谓挑衅和威胁稳定的军事活动，
扬言美方不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等等。一个细节见证就是，奥斯汀在演说结束回应美智库学者葛莱仪有关台海战争风险的提问时就表示，现在全世界都很关注台海事态，我要再次强调，美方涉台政策没有变化，美方致力一中政策，但是呢，同时也致力向台湾方面提供足以自卫的军事手段。美方领导人反复强调的是，任何对现状的单方面改变都是不受欢迎的，也是不明智的。我还是坚持之前的判断，如果美方真要管控竞争、管控分歧，要建立所谓避免冲突的防护栏，而且这个栏的质量它还要足够牢靠，有足够的防护力，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在中美两军关系最敏感、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台海议程上建起防护栏。美方不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吗？在我看来，在台海问题上改变现状的最大的风险，恰恰来自挟洋自重的台独势力。奥斯汀在回应就日向岸田文雄主旨发言中有关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的这个提问时就声称说，俄乌冲突曾在两个关键问题 Do rules matter? Does sovereignty matter? 规则重不重要？主权重不重要？但是呢，奥斯汀的追问如果放到台海议程上，马上就显出美方的破绽与虚伪，包括最新宣布的所谓下周将起的这个台方与美方的军事安全对话。那么既然美方支持一中政策，既然美方不支持台独，那么中国的主权重不重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重不重要？周日，中国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会面，打破了两国2年多来的外交僵局，这被舆论视为两国迈出的积极一步。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在此之前也表态，希望恢复贸易关系，将在 WTO 部长级会上寻求与中国商务部长会谈。中澳关系改善的机会和窗口到来了吗？有澳方官员就告诫说，中澳两国的关系距离正常化依然长路漫漫。周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的面对面会谈，是中澳自2020年来的首次高级别会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两国防长交谈了1个多小时。马勒斯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双方现在的对话非常重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澳方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周日报道称，这标志着中澳外交机制冻结情况正式结束，也将被视为两国迈出的积极一步，可能为双方更多高层会谈铺平道路。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此次会谈可能预示着中澳紧张局势将得到更广泛的缓解，包括在贸易方面。事实上，身为国防部长的马勒斯当天在会见记者时，也跨界表达了寻求对华经贸关系转圜的意见。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broad and it is complex. China's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 value a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it's a point we've made for a long time. 澳大利亚大选后，舆论对中澳关系抱有期待，认为有改善的空间和机会窗口。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向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致贺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汪文斌在周一记者会上透露，中方收到了阿尔巴尼斯总理致李克强总理的复谢信。中方已经收到了阿尔巴尼斯总理致李克强总理的复谢信。我愿在此重申，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中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重启需要采取实际行动，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两国防长见面前，澳官员已向中方抛出橄榄枝。据天空新闻网澳版周六报道，澳贸易部长法瑞尔当天喊话中国官员，希望恢复贸易关系。
法瑞尔周末正前往日内瓦参加 WTO 第12届部长级会议的途中，他公开表示将邀请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谈。法瑞尔说，中国是澳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都能从经贸往来中受益。我期待着能够尽早与王文涛部长接触。澳民间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一直存在。近日，西澳洲各界人士表示，希望继续加强同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澳巴校联盟首席执行官汤姆森在出席澳中商会行业峰会时警告并敦促刚上台的澳政府，如果中国学生无法返澳，澳大利亚将难以在经济上取得进展。但这些破冰举动是否意味着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但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已经实质发生转变。Anthony Albanese already recognised that we 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more in our region. We couldn't be so dependent on the China market. But the China market is huge. We want to do more trade with China. 澳大利亚前国防事务官丹尼斯·理查森告诫说，中澳两国的关系距离正常化依然长路漫漫。他说，我认为我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寻求中澳关系有任何惊人的突破。但理查森也指出，新政府不会带着自由党在位10年所积累的藤壶、伤痕和包袱行进。10年后的政府变革为澳中关系改善带来了机会。藤壶是一种海洋生物，经常大量吸附在海龟等海洋动物或船舶底部，增加航行阻力。中澳关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改善中澳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澳大利亚方面虽然做出了一些改善的动作，但是我们也看到，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强调他的对华政策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那么虽然目前来说两个关系有一些松动，这种矛盾状态也是两个关系现实上的一个反应。一方面就是工党政府很难改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总基调，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希望通过改变姿态来推动关系稍微有一些改善。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澳中关系恢复持谨慎态度。他曾表示，如果中国真想改善关系，必须先放弃近年来对澳大利亚若干出口产品实施的贸易惩罚措施。他就任后还火速前往日本参加4方安全对话，再提美英澳 AUKUS 联盟。美国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也是对华政策的最大的因素。那么在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期待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会明显不同于美国。对于中澳两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会面，你有什么样的观察？中澳两国正常的官方交往几乎是全部中断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国防长在新加坡相会期间的会面，可以算得上是时隔3年后中澳两国关系的一次破冰尝试。而除了形式上的破冰之外，两国防长在会面中也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说，这次会晤是促进澳中关系重要的一步，其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的会面只是起了个头，接下来中澳关系还会有重要的第2步、第3步。而跟会见美国防长奥斯汀相比，中国防长魏凤和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也是多了些许友好和善意。在会见奥斯汀时，魏凤和毫不客气地亮明了自己的底牌，也就是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并因此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会见马尔斯的时候，魏凤和虽然也表达了坚决粉碎任何谋求台独企图的立场，但同时也重申了坚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而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就任以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就不计前嫌，率先打电话表示祝贺了。几天前，中国商务部新发言人还建议借中澳建交50周年这样一个契机，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都展现出了急于破冰的迫切意愿。那您觉得在中澳防长会晤之后，两国关系将会在哪些领域内率先得到改善？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中方率先站出来呼吁改善两国关系的是中国商务部。另外，在中澳防长会晤前一天，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已经率先放风说，希望恢复中澳两国的贸易关系。
而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时也表示，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成功与澳大利亚和地区的经济成功息息相关。一个国防部长在主题为区域安全的对话会上，居然大谈中澳两国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最为丰富的资源就是劳动力，是勤劳智慧的老百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的廉价工业产品。澳大利亚最为丰富的资源就是广袤的陆地与海洋。中国最为缺乏的自然资源，恰恰就是澳大利亚最为富裕的。于是，过去几十年来，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澳大利亚负责提供原材料，中国负责生产，欧美国家负责消费这样一个供应链条。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优势资源相互整合的一个典范，甚至可以说是个绝配。然而，最近这些年以来，由于澳大利亚前政府执意要跟随美国搞什么中澳经济脱钩，这就使得这个天然形成的生产、供应与消费链条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不得不为自己的原材料来寻找出路，中国则不得不开拓新的原材料来源，欧美国家则最终不得不面对产品涨价的现实。这种三败俱伤的格局，就是中澳不得不寻求改善经贸关系的原动力，甚至连拜登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要取消部分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了。那随着中澳经贸关系的改善，未来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安全领域的对抗，是不是也会走向缓和呢？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有些东西一旦发生改变以后，就很难再回到从前了，或者说旧日的船票已经登不上新客船了。中澳关系是如此，未来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甚至是中欧关系也是如此。即使将来中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也不意味着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安全领域的对抗会有所减轻。我们甚至要做好这些领域对抗将会走向长期化，甚至是进一步激化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对于中澳关系来讲更是如此。大家不要忘了，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拜登政府企图召集所有的西方国家来跟中国对抗，但从本质上面来说，所谓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对抗，其实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创建的国家与中国的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是西方那一套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最为坚定的卫道士。而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内的相关国家，恰恰就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创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当奥巴马宣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候，澳大利亚是区内最为坚定的支持国家之一。在南海、台海与东海问题上，澳大利亚也是区内插手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率先跳出来阻止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进行安全领域合作的还是澳大利亚。同时，五眼联盟成员中有澳大利亚，印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也有澳大利亚，美英澳军事同盟中还有澳大利亚。因此，我认为未来中澳关系最有可能的状态，就是进入经贸关系上部分恢复，政治与安全领域对抗进一步激化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玩弄的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的外交战略，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与安全上倒向美国，而在经济上则主要是依赖中国。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澳大利亚似乎是如鱼得水，两边都得到了好处，既从美国那边得到了安全上的保障，又从中澳经贸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应该是澳大利亚所希望的。
继续关注俄乌战事。近日，俄乌关于北顿涅茨克的争夺进入尾声，亚速钢铁厂的一幕却惊人再现。乌军坚守该市的亚速特化工厂，那里有精锐的部队、庞大的厂区、复杂的防御工事，还有上百名躲避战火的平民。俄军这次要如何解决战事呢？俄媒认为，这些乌军只有2条路可走，要么战死，要么投降。与此同时，俄罗斯人迎来了6月12日俄罗斯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演讲，他表示，在目前的局势下，团结显得尤为重要。据英国广播公司上周日报道，北顿涅茨克已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起进攻的焦点地区。夺取北顿涅茨克及其孪生城市利西昌斯克，将使俄罗斯更接近其目标，因为它将使俄军控制整个卢甘斯克。随着俄军控制北顿涅茨克的大部分地区，战斗的焦点集中在了一家名叫亚速特的化工厂上，那里是乌军坚守的最后据点之一。乌方的地区负责人海带声称，俄罗斯上周6几乎没有间断的猛烈炮击造成该化工厂燃油泄漏，并引起了一场大火。他没有说炮击是否造成伤亡，以及大火后来是否被扑灭。乌克兰官员估计，多达800名平民躲藏在亚速特工厂的地下防空洞中。在描述北顿涅茨克的当前战况时，海带表示这很困难，但得到了控制。所以，乌克兰一直在恳求西方提供更多武器，并警告说，俄罗斯的火炮至少比他们要多10倍。乌方的说法部分得到俄方的证实，但俄方声称乌军正把化工厂里的平民当人质。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表示，约有300至400名乌克兰军人被包围在北顿涅茨克的化工厂内，那里可能还有多达500名平民，他们躲在工厂的防空洞里躲避炮击。该地区还有其他平民，但分布在工厂的其他地区。武装分子要求让他们与平民一起离开化工厂，并提供前往利西昌斯克的通道，但被拒绝。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描述了目前在北顿涅茨克化工厂亚速特正在发生的事情。乌克兰武装分子正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类似于亚速钢铁厂的堡垒。亚速特是乌克兰最大的化工厂之一，用于生产肥料、氨、硝酸铵、乙酸和甲醇。在面积上看，这家工厂占据了北顿涅茨克的不到一半，大约42.1平方公里。在苏联的鼎盛时期，有1万人在亚速特化工厂工作。那里除了有众多的车间、综合设施、食堂外，还建造了防空洞。另外，化工厂内可能有有毒化学品，也阻碍了俄军的进攻。俄罗斯军方称，乌克兰武装分子在亚速特化工厂内收集化学品，放在集装箱里，以便在撤退时破坏它们，并将此归咎于俄罗斯。此前，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对亚速钢铁厂的围困从3月中旬持续到5月20日。最终的结果是，被困的平民通过人道主义走廊撤离。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亚速营的成员投降。俄罗斯军事分析家弗拉迪斯拉夫·舒里金认为，这次在亚速特被包围的乌克兰军队应该投降，而不是把平民作为人盾，试图延长时间并设定条件，不会给武装分子带来任何好处。如果被包围的人不投降，他们就会被消灭，而且不会像亚速钢铁厂那样进行漫长的围困。我说这个2个状况其实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亚速钢铁厂它的规模很大，而且它里面很多地下化的一些这个设施，让守军其实他在里面驻守，处于一个相对防守，具有优势一个态势。但北顿涅茨克这个市的这个化工厂，其实它无论它的面积，还有整个建筑本体的复杂度等等，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对于俄军来讲，他可能还是采取围而不打，让里面的乌军守军虽然负隅顽抗，但他缺乏外援的状况下，可能会陷入和之前亚速钢铁厂守军相同的状况，也就是最后不战而降。在乌方看来，几百人坚守的亚速特化工厂成了另一个硬骨头，即使俄军拿下，也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乌方的目的就达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表示，北顿涅茨克的激烈巷战仍在继续，他为乌克兰守卫者感到自豪，他们几周来一直阻止俄罗斯的前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的关键战术目标没有改变，俄军正在向北顿涅茨克施压。此外，俄军还在向利西昌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前进。俄军目前面临着后备兵员不足的困难。
此外，上周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海军用口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摧毁了乌克兰在杰尔诺波尔州的一处大型武器仓库，里面储存了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Калибр» в районе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Чертков Тернополь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уничтожен крупный склад,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из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противотанковы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переносных зенитно-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и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х снарядов системы вооружения. 科纳申科夫称，自俄军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摧毁乌方201架飞机、130架直升机、1188架无人机、338套防空导弹系统、3514辆坦克等装甲战车、508台多管火箭炮、1870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以及3570辆特种军用车辆。除了摧毁大型仓库，黑海舰队一艘护卫舰从黑海水域向指定的乌克兰地面目标齐射了4枚口径巡航导弹。美国《华盛顿邮报》称，随着俄罗斯调整战术、恢复攻势，并以压倒性的火力对抗乌军，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会最终获胜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文章指，武器交付给乌方的速度太慢且数量不足，无法阻止俄军在顿巴斯地区不可阻挡的进展。有军事分析家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俄军还会更多动用口径巡航导弹等杀伤力大的武器，为地面作战部队清除障碍。与此同时，上周日6月12日正是俄罗斯的国庆日，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向俄劳动英雄以及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人权慈善活动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颁发奖章，并向民众致以节日祝贺。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коллеги,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и всех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ы с Днем Росс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который посвящен нашей родной стране, наполнен гордостью за ее историю.Верой в ее будущее. Сегодня мы особенно остро понимаем, как важно для Отечества, для наш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рода быть сплоченными. 而就在此前一天，普京刚刚签署关于俄停止执行欧洲人权法院3月15日后作出的判决，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不再作为俄法院重审案件依据的法律文件。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军民政府代表上周六表示，首批俄罗斯公民护照已在这2个州发放。扎波罗热州有关人士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人权法院相关的决议，俄罗斯以后法院可以不再遵守或作为重要的凭据。我认为未来它的效应就是俄罗斯极可能恢复死刑。对于他所谓指控的那种新纳粹分子，或者是对于说像国际佣兵，他捕捉到这些佣兵，他是不是也给予这个死刑的极刑这样的判决？未来如果确实落实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那无疑对于欧洲各国来讲，在有关人权和相关废死这个议题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挫折。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日表示，朝鲜当天向西部海域发射5枚火箭炮弹。韩联参初步研判，朝方发射的炮弹没有制导功能。报道分析指出，从朝军尚未进入夏季军演的情况来看，此次射弹属于低强度武力示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周日上午8时7分许至11时3分许，从西海岸某处向西部海域发射约5枚多管火箭炮炮弹。韩联参初步研判，朝方发射的炮弹没有制导功能，其口径为122毫米或240毫米。报道称，韩联参在探测到最后1枚炮弹飞行轨迹约10个小时后发布有关消息。期间，除弹道导弹外，韩联参未公布朝方发射240毫米口径炮弹等常规武器的消息。朝鲜在上周举行的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对敌斗争、以强对强等措辞，重申对韩采取强硬态度的基调。上周六通过官媒发布相关消息，并于次日射弹。报道分析指出，从朝军尚未进入夏季军演的情况来看，此次射弹属于低强度武力示威，多管火箭炮精准度及装填速度低。那么这次都是这个火箭炮的发射呢，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能够对
韩国或美国起到一种战略威慑作用，它更多是对它内部的一个军事的一种演习，对它提高它军事作战性能的一种熟悉掌握程度。韩国国家安保室当天紧急开安全形势检查会议，报告了朝鲜发射火箭炮的情况，并检查了韩军的战备态势。韩国军方正对朝鲜进行该发射活动的意图等进行分析，并已加强戒备、密切追踪和监视相关动向。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后，表现出对朝鲜的强硬的态度。半岛局势近日再次升温，朝鲜今年也高密度、多频次发射导弹和炮弹。上周日，朝鲜向东部海域连续发射8枚短程导弹，韩美为此第二天也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8枚地对地导弹、陆军战术弹道导弹，作为对朝鲜发射8枚导弹的回应。那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呢，在经济上是继续进行对朝制裁。但在其他几个方面呢有些变化，比如说政治上，它更多的对朝鲜呢有一些更加的进攻性的姿态啊，比如说它要强调朝鲜的人权问题，军事上呢也更加的这个咄咄逼人，包括它把朝鲜重新恢复为这个把朝鲜视为主敌或者把朝鲜视为敌人，也就是说，整个尹锡悦政府的对朝政策整体上来讲是更强硬的，